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看3颗兰花从有介质的半水根，然后转到纯水根、纯水培，这3颗都是蝴蝶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前面看到的那一颗兰花呢，是种在瓦盆里面，然后它的介质当时我记得是一点点的火山熔岩，然后跟一些水草，然后这2颗呢是用有介质的半水根的种植方式。那我当初为什么会将这3颗，要从有介质的半水根或者是传统的种植方式改成纯水根呢？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观察它们的叶子，然后跟这个半水根的这2颗呢，我看它3个月咯，比起同期转换到有介质半水根的兰花来说，我看这2颗它的叶子越长越小。再来就是我发现啊，它没有什么根是长到让我能够在杯子透明这个杯子里面看到它长到外围，所以我就怀疑这2颗它有适应不良的情况哦。那另外那1颗呢，原因是因为它一直长，所以它有一点点往侧边长了，有点头重脚轻。那我就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帮它稍微处理一下。那也因为很多兰友对水根都很有兴趣，所以我就索性把这3颗都改成纯水根，让你们一起跟我来针对他们这3颗的生长状况，我们来一起做学习，一起来实验。那我们先从第1颗兰花来说起。这一颗兰花我就是把它从盆里面取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你看到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根系是很 OK 的，但是很明显的在盆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根系其实它已经死亡。你看到它那个东西，它有一些根系颜色已经是咖啡色，然后甚至皱皱的了。而且我当时啊，其实如果你要稍微用捏的，然后一抽，就很容易能够把根被抽掉，那些都是表示那个根系其实它已经死亡。在这个瓦盆里面啊，取出来的介质，我先说明一下，白色的石头是我当时用在最底部的哦，因为是为了能够增加排水的功能。因为它这个瓦盆它有一点偏高，有点太高了，那我不确定根系有没有办法能够那么快的长到最下面，所以呢，为了不要让盆里面的水或是水汽湿度太高，我就用了一些石头把它垫高。那至于火山石、火山熔岩跟水草的比例，基本上是40%的水苔，然后60%的火山熔岩 （lava rock）。当然，要改成纯水根、纯水培，其实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根系一定要尽量清理的干净哦。那有的兰友有问我说，是不是一定要清理得很干净才可以？其实也没有一定，你可以就是大致上清洗干净，因为有些地方啊，它可能水草会在2个根系的中间，那你不要去伤害到根系的情况下，有时候宁愿就是让它在那边，不然就是你要用小夹子、小钳子、小镊子，把那个水草从中间轻轻的夹出来哦。那如果你没有那样的工具的话，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莲蓬头，水开大一点的去把它冲，把那些水草或是你不要的介质冲干净，尽量冲干净啊。如果有一点点，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所以也不要太担心哦。那你如果冲它的，用大量的水冲它的时候呢，如果叶子有弄到湿，你就是稍微擦干一点。那不然的话，就是平放在就是 paper towel 纸巾上面，然后呢，尽量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其实这个空气的流动会帮助你让这些根系还有叶子的部分能够烘干变得干的快一点。那我个人我喜欢让他们呢24个小时，就是冲完之后24个小时完全是裸根的状况，
平放24小时，或放在杯子里面都没关系，但就是24小时让它干。然后呢，你再斟酌看看根系的情况，要如何加水，水位加到哪里。那这个呢，我们在影片的后面一点点会再谈到。这2颗兰花也是经过我用水大量的清洗它的根部根系之后呢，基本上已经清洗干净之后，我还是有用酒精50%浓度的酒精，还有3%浓度的双氧水喷在它们根系的周围。第一个是消毒，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让它们根系消毒，因为有时候你不确定说它是不是有什么病虫害啊等等，那就是在换介质的这个机会下，我们就也顺便帮它的根系做个消毒50%的酒精，或者有的人用70%，那我这边比较常看到能够买到便宜的就是50%，所以我就用50%的酒精，然后3% 的双氧水。这2个东西就是买来就直接用了，你不需要再经过稀释的。3% 的这个双氧水是已经稀释过后的了有兰友问我说，需不需要再更加的稀释？不用，直接就可以用再来，最后这3颗兰花呢，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很放心的去测试它们？因为这3颗兰花都是非常便宜、非常常见的兰花，几块钱美金而已就可以买得到的迷你蝴蝶兰。所以呢，如果你要尝试新方法，或是要去做任何的实验，用便宜一点的兰花，你晚上比较睡得着。接下来的3张照片呢，是第1颗兰花在头24个小时它在干的时候的一个状况。你看到这边它有些根系已经开始干瘪了。这是在第1天马上出盆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到的。然后现在这个你很明显的看到有一些根系已经其实开始变黄，那个是它本来就会死掉的根不是说是因为你放到水羹之后它才开始烂根，其实没有，有些根系它本来在盆里面就不健康。那经过这24个小时呢，你又给它一个机会，就说让这些根系要先被淘汰，就先淘汰掉。那在还没有放到杯子还没有加水之前，你其实就可以开始做修剪，才不用等到加了水之后，然后因为它根系烂在水里面，所以又变成说你要很长的去换那个水。所以这24个小时除了让根系能够有干的机会之外呢，其实也是给你另外一个机会去观察这个根系哪一些其实可以就先行修剪掉。接下来的片段呢，我们就是要来个别的看一下这3颗我当时在第1天给水的时候，我给他们的这个水的水位到底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判断。这一颗是架子最右边的那一颗，你看到这边它的水位在杯子里面相对较高，但其实真正在水里面的根只有一点点而已。原因是什么？这一颗兰花它根系其实很少，而且很短。那我为了要能够让这颗兰花有机会的能够长根，然后给我更多的时间来养护它，我其实希望它根系接触水的面积越少越好，才不会一下太多根在水里面，这颗兰花适应不良，然后根烂得太快。那因为现在还是冬天，春天还没有到来之前冬天其实真的都诸事不宜。但是这3颗我就想说，反正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实验结果，所以我还是在冬天对它们做了换盆的动作，其实尽量避免那原因就在这边，我要为了避免它根烂得太快，如果它适应不良的话，所以我给它碰到水的那个根的部分就这么一点点而已。架子上的中间的这颗兰花呢，它的根系相对的比较多，而且比较长，所以这一颗是唯一一颗我没有用小钩子把它勾在杯缘上面来加以固定，因为这颗本身它就够长，就够得到底部所以我就没有这样子，没有用钩子。再来呢，这颗兰花它因为它的根系很长，那很多根都可以接触到底部，所以我给它的水其实也就是最下面一点点而已那只要呢它一直都有水的情况之下，它就是属于纯水培、全水培的一种养殖方式。当然我之前影片也有跟大家分享过，纯水培其实你根据它的生长情况，根据天气，你自己的居家环境
你可以有时候有几天把它转为半水培，也就是完全没有水的状况，裸耕让它干个几天哦。所以这是纯水耕它有的一个很好的就是优点，你可以根据状况来做调整。接下来的第3颗，也就是架子上的最左边的这一颗哦，它的根系接触的水的部分也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你看这颗根的颜色，其实是这3颗里面我觉得最不健康的一颗。虽然它的根系有比第1颗还要再多一些，不过这一颗其实我当时就觉得这一颗的根应该都会全部烂光光，然后新的根长出来，适应了水根之后，这颗才会继续的再茁壮起来。接下来的片段呢，我们还是一颗一颗兰花来看一下我所拍照的这个过程，它们的一个生长的过程。这3颗从转换到现在差不多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大概5个星期吧。你看它中间的叶子在长，然后它本来的2个很小的根啊，也已经长得很长了哦。那有1条根是直直的往下长，那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因为一旦等到它长得够长，长到超过它最底部那个兰花底部根部的底部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水位提高，因为这个根会是我这颗兰花纯水根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根，它是关键。那另外1条根呢，它接触到边缘之后往上长，这一条根呢，我也尽量不去打扰它，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于稳固这颗兰花，不让这颗兰花摇摇摆摆。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架子上面最右边的这颗兰花。其实当我修剪完这根系之后啊，它其实没剩下几条根了哦，所以我才会说这颗兰花它根系是最少的1颗，但它的健康状况还比最后面我刚刚介绍那颗兰花的根系还要稍微健康一些。哦，那经过了5个星期之后，你看有2个根已经冒出来咯，所以是相当好的情况。不过呢，你看它之前的那些根系啊，也都已经差不多再见了，就是都干掉了。不过我还是有用小的这个钩子把它勾在边缘上。那你看这个哦，如果等到它长得够长了，我就可以提高水位。然后这个根长直直往下长的这个根，也会是这颗兰花水培方法成功的关键所在。最后的这颗兰花呢，其实当时啊，它比较好的根系都是在介质之上哦。你会看到那个叶片下面的这个有绿色头的这个根系哦，这是比较好的根。其他介质里面的根，其实我剪完之后啊，我发现很多的根看起来，如果我没有及时拿出来，其实它也就是一直在介质里面，就是会烂光光。这颗其实对有介质的半水根，这颗它就不是适应的非常的好。哦，那经过了这1个多月5个星期哦，它也开始长一些新的根，不过这些根目前呢还是非常的短，哦，所以还要再给它几个星期的时间，让它再继续长长。那这个呢，就是它们目前的一个生长的状况。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跟我交流。好，那再来呢，我要给你看的是这第3颗这颗兰花也蛮有趣的。当时我在修剪根系的时候就发现它有次花梗，就是从它的老花梗那边慢慢的长出来。当时我不确定这些会不会继续再长，因为换盆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动作。但经过了5个星期之后，你看它的花梗、次花梗继续在长，而且其中的1个老花梗呢，有3个次花梗长出来，而且越长越大，哦，蛮好玩的。那这个图片是它的另外一个方向哦，它们都是一直往光源的地方长出去，哦，有向光性。那这个呢是另外一个花梗，只有1个次花梗，所以2个次花梗、2个老花梗里面呢，有4个次花梗正在长。那它们呢，目前都是朝窗户的那个方向一直长过去，所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也许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这颗虽然可能根系没有，但是有可能会开花，所以我到时候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它们的生长状况，特别是这一颗，因为我很少有蝴蝶兰一次长这么多次花梗的，不知道这颗到底是吃了什么药。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指教，也很欢迎您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